一声惨叫响起，慕容婉与亚飞皆是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发现那刚刚还与楚风凑得极近，说着什么悄悄话的慕容寻，此刻已是急忙与楚风分开，并且在二人分开之际，慕容寻的侧脸竟然鲜血淋漓，而再观楚风更为吓人，他双目寒光涌动，尽是冰冷的杀气，甚至散发着悠悠寒芒，而口中尽是鲜血，竟正在咀嚼着慕容寻的血肉。我要吃了你！楚风暴喝一声，张开那血盆大口，宛如嗜血的魔鬼，便再度向慕容寻扑了过去了。哥哥小心！看到此刻的楚风，慕容婉被吓了一跳，因为抛开实力不谈，只论气势，慕容婉已是彻底被楚风吓到了。我要弄死你！但是慕容寻不是慕容婉，尽管他看着那迎面来的楚风，心中也是有些惊慌，但是他却并未退缩，因为他坚信着凭借他这8品5军的实力，绝对能够抗衡楚风，并且斩杀楚风，如同踩死一只蝼蚁。慕容寻迎面一拳轰出，拳还未止，只是余波便将楚风轰得口喷鲜血，随后倒飞而去，直到飞出近万米远后，楚风才从天而降，狠狠地摔落在地。这一刻，楚风浑身的骨头噼里啪啦的乱响，慕容寻那一拳已是将楚风的胸骨轰成了粉碎，就连内脏都受到了牵连。事实上，之前亚飞的那蜀剑就已经将楚风的内脏损坏大半，使其体无完肤。不过对于楚风这个阶段的修武者来说，断臂都可以重生，内脏什么的与生命的关系已是不大，最重要的便是骨骼深处的本源以及丹田之内的力量，这两处不破，哪怕肉体受到再大的损伤，得到的也只是疼痛，但皆有修复之法。就在楚风坠落之后，慕容寻也是猛然落下，一脚踩在了楚风的腿上，将楚风的一条腿给硬生生的踩断了，跪下磕头叫爷爷，否则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以最卑微的姿态度过余生。此刻慕容寻的脸上还在流血不止，那被楚风咬下一大块肉后，配上他此刻愤怒且凶狠的表情，甚是狰狞与恐怖，被一个比他弱上足足6品境界的人成功袭击，他是真的怒了，因为这对于他来说绝对是天大的耻辱。然而对于慕容寻的要求，楚风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冷笑，那笑容很难形容，但是当慕容寻看到后，却是不由内心一颤，一种怪异的不安便涌上了心头，随后充斥全身。这一刻他竟然莫名的有些怕了，尽管不知为何，但内心真的很是不安。笑？你他妈还笑？我让你笑，我让你笑！慕容寻愤怒地咆哮着，说话之间对着楚风的另一只腿便又踩了2脚，将楚风的另一只腿也给硬生生地踩断了。但是楚风嘴角的笑容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浓郁了。当蛋蛋死后，他就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他要让这慕容寻一命抵命，而要想让慕容寻死，那就要以自己死为代价，因为要想杀掉慕容寻，就唯有放出体内那只被封印的戒灵才可。可是那只戒灵很是狂暴，并且怨念极重，若是将它放出，那么楚风一定是他最先杀死之人，因为是楚风的肉身封印了他多年，可以说那只戒灵是一个禁忌，他的力量是不为楚风所控的。但是在这种时候，这个禁忌却是楚风复仇的最好工具。我让你笑，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似是被楚风的笑容而逼得感到恐慌，也可能是因为楚风的笑容而愈加愤怒。慕容寻抬起大脚，竟对着楚风的丹田踩去，这是想要废掉楚风的修为。但是已经做好必死准备的楚风已然不在乎这些，他算好了慕容寻不会轻易杀了他，而这可以为他争取时间，去破开戒灵空间内那道满是封印的大门。只要那道大门解封，他知道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当慕容寻那一脚踩在楚风丹田之际，只听一声巨响在楚风的丹田之内响起，慕容寻这一脚不但未能成功踩下去，反而是被震飞开来。当他在半空稳住之际，面容已是不由大变，眼中充满了惊骇之色，因为在踩中楚风丹田之际，他便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地狱一般，只是在那一瞬间已是让他胆战心惊。此时此刻满身的冷汗，并且连他的那只腿此刻也是无法自控的在颤抖着。这个家伙究竟怎么回事？这一刻慕容寻第一次正视起楚风，因为抛开蛋蛋这只修罗灵界的戒灵不谈，他发现楚风的本身也很不简单，在楚风的体内似乎有着什么东西，一种非常可怕到无法形容的东西。哥哥，你没事吧？慕容婉发现势头不对，来到了慕容寻身旁，紧张地询问起来。怎么回事？亚飞也是走了过来，因为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慕容寻的脸上浮现出这般惊慌的表情。而就在这时，那倒卧在地被慕容寻3人折磨的已是体无完肤的楚风，却是突然大笑起来。楚风笑得非常大声，并且那笑容之中满含讽刺之意，以及无尽的愤怒与杀意。哪怕是在毫无抗衡的能力之下，楚风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反而从头到尾都以一种不屑的姿态审视着慕容寻3人。笑？我让你再也笑不出来！慕容寻恐慌之余，却也愤怒不减，手掌对着楚风猛然一挥，一道连虚空都可以轻易切割为2段的半月行光刃便爆掠而出，对着楚风的脖颈便飞掠而来。他竟要斩断楚风头颅。这一刻，楚风也不犹豫，便准备将意识投射到戒灵空间内，去彻底解放那体内的那只恶灵，与慕容寻等人同归于尽。然而就在这时，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身前，只见那人袖袍轻轻甩动，慕容寻所发出的恐怖光刃便在瞬息瓦解。随后那人微微抬头，轻笑道：“慕容寻，都一把年纪的人了，欺负一个20出头的小辈，你好意思吗？你是何人？”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莫说是楚风，哪怕是慕容寻也是吃了一惊，因为此时此刻那站在楚风面前的竟是一个年龄与慕容寻相仿的男子。他身穿布衣，面容清秀，单从外表来看，绝不像是一个30出头的人，更像是20几岁的青年。而最让人吃惊的是，此人的实力，他竟与慕容寻一样，是一名8品5军，并且他的气息极为雄厚，
远远超过了同等修为之人，竟具备与不比慕容寻弱的气息。在下残夜魔宗4大护法，血洗月之弟子玄霄超。男子淡淡的笑道，表情很是平静。果然是4大护法的弟子。慕容寻一副意料之中的模样，随后又道：玄霄超，我诛仙群岛与你残夜魔宗并无过节，而我与你也是初次见面，希望你不要趟这道浑水，因为此子废掉了我诛仙群岛2仙的儿子，罪孽深重，胆大包天，你保护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慕容寻说这番话的时候，底气十足，威胁的意味更甚，一点也不客气。可见他并不喜欢这玄霄超。对于慕容寻的话，玄霄超并未回答，而是掌心一翻，一颗奇异的果实出现在手中，随后单手捏出一道手诀，意念转动之间，无数道金色的符咒自掌心浮现而出，而那颗果实也被缓缓炼化，与符咒一同笼罩向了楚风。当那些符文与被炼化的果实一同融入体内之际，楚风只感觉身体一暖，疼痛大减，那浑身上下无论是断掉的经脉骨骼，还是被刺穿的内脏都在得到修复。这玄霄超竟是在为楚风治疗，虽然只是片刻的功夫，但是楚风已经恢复了行动的能力，不得不说这很神奇。楚风不但感受到了这玄霄超结界之术超群，乃是一位金袍界灵师，且对方刚才炼化的那颗果实也十分珍贵，乃是罕见的疗伤奇物才对。为何要帮我？楚风开口问道。因为他与玄霄超明明并不相识，虽然来晚一步未能救下你的那只戒灵，但是你被折磨的一幕我都看到了，你很有骨气，也很有潜力，不要自暴自弃，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复仇。玄霄超淡淡的说道，随后看向慕容寻，微微一笑。慕容寻，你那未婚妻不错，不如借给我玩玩如何？说话之间，玄霄超大袖一挥，掌心猛然一探，层层金色的结界爆裂而出，竟形成了一张金色的大网，向天际之上的3人笼罩而去，找死。而慕容寻更是勃然大怒，将自己那8品武军的气息散发而出，便与玄霄超交战在了一处。2名8品武军实力皆是极为强劲，战力已是胜过同等修为之人，恐怕是普通的9品武军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战力超群，皆乃真正的天才之流。他们2人交战在一处，各种狂暴的武技层出不穷，并且被他们运用到了极致，这片空间都被斗得天昏地暗。但是玄霄超有意保护楚风，为楚风争取逃脱的机会，所以尽管在与慕容寻拼命，可是却也借机封锁了亚飞与慕容婉接近楚风的机会，将他们3人全部封锁在了天际，无法到达地表之上。楚风拖着自己这伤残的肉躯，将自己的那只断臂捡了起来。尽管他可以通过精湛的结界之术重新凝聚一条手臂，但这断臂毕竟是属于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总觉得将它续上才更完整。此刻，楚风手握断臂，仰头观望，看着天际之上的亚飞、慕容婉，还有那正与玄霄超激烈交战的慕容寻，目光中杀机毕露，冷声道：总有一日，我要让你们为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话罢，楚风又看向了玄霄超，他发现玄霄超虽然强悍，表面看似与慕容寻不相上下势均力敌，但是他却隐隐看出玄霄超其实要比慕容寻弱上一点，这样下去早晚不敌。于是楚风低声道了一句，谢了之后也不拖延，赶忙逃离而去。楚风走了很远，尽管一路隐藏气息，但却也不敢有一点大意，因为他知道慕容寻有着特殊的手段，能够找到他的手段，如若不然，之前也不会被慕容寻发现他与春武的藏身地点了。楚风一直跑了足足几个时辰，来到了罪恶峡谷的边缘地带。这里有一座浩瀚的湖泊，楚风本是打算跳入其中清洗伤口，可是当他从天而降，从那如镜一般的湖面上看到此刻那满身是血、狼狈不堪的自己后，内心却非常不是滋味。这一刻，他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心痛，因为当他感受不到蛋蛋的存在后，宛如他的心也空了一般，那种滋味简直与缺少了一部分灵魂相差不多。蛋蛋与楚风朝夕相伴，甚至在楚风出生没有多久，就已经出现在了楚风体内。对于楚风来说，蛋蛋不是一个简单的戒灵，更像是一个无话不谈的挚友，乃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突然，楚风悬空漂浮，半跪在湖面之上，竟然红润了双眼，流下了道道泪滴，就连身体都在抽搐，第一次发出了哽咽的声音。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想此刻的楚风已经到了，滴滴泪水滑落而下，还夹带着些许鲜红的血液掉入湖水之中，虽不会掀起多么大的涟漪，但却传递着楚风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铁血男儿那悲痛欲绝的心情。淡淡，楚风轻唤着淡淡的名字，他多希望还能听到淡淡的回应，如果是那样，那该多好。哭什么哭，本女王还没死呢。可就在这时，令楚风意外的是，他竟然听到了淡淡的声音。淡淡，是你吗？这一刻，楚风大喜，赶忙站起身来，观向四周。可是很快，那喜悦的情绪便换为了深深的失望，因为他发现不但四周找不到淡淡的影子，在内心深处，他也仍是感觉不到与淡淡的联系。淡淡根本就不存在，又怎么会与他说话？看来一切只是他的幻听罢了。废话，不是本女王还能是谁？然而就在这时，淡淡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只不过比起以往，少了几分凌厉与甜美，多了几分虚弱与沙哑。淡淡，真的是你？这一刻，楚风几乎能够确定，那真的是淡淡的声音，并非幻听，而是真实的声音。于是楚风赶忙意念一转，将心神投射到戒灵空间之内，果然发现在那戒灵空间之内，淡淡就坐在其中。只不过此刻淡淡的脸色很不好看，气息非常微弱，显然是身受重创。淡淡，楚风大步前去，也不顾淡淡的伤势，竟一把将这位娇小的美人揽入了怀中，并且抱得那叫一个紧，使得淡淡那柔软的酥胸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膛，被挤压都变了形。
因为他实在太高兴了。本来以为蛋蛋已经死去，可是蛋蛋竟然没死，这简直就像以为前方已是黑暗的深渊，而踏出一步后又重返了光明的平原，这叫他如何能不激动？混蛋，我都这样了，你还占我便宜？蛋蛋没有好气的道。蛋蛋，你原来没死，可是为何我感觉不到与你的联系了？楚风放开怀中的蛋蛋，不解地问道。那是因为本女王运用特殊的手段，故意切断了与你的联系，待得我的伤势恢复，我与你的联系也就会恢复了，不必担心。蛋蛋甜甜一笑，风采依旧，甚是迷人。故意切断，你为何要这样做？楚风很是不解，因为他看得出来，蛋蛋似乎因为这样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今已是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因为本女王想刺激你，想让你因为我的死而愤怒，从而激起你体内神雷的力量。那样一来，你不但能化险为夷，更是能轻易地灭掉慕容寻那小子。不过看来本女王错了。说到此处，蛋蛋美眸闪烁，一脸的委屈，随后更是愤怒地扬起小脸，指着楚风道：“因为你小子根本没有因为本女王的死而愤怒，更没有激起那神雷的力量。但是当初在剑神谷、在紫菱有危险时，在四海书院苏梅有危险时，你可是不同程度的得到过神雷的力量。为什么到我这里就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本女王，至少不如像在乎紫菱和苏美那样在乎。我没有不在乎你，你不知道，我以为你死去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难受，那种痛苦已经大过了愤怒。那一刻我……”楚风极力解释，但又不知该从何辩解。这一刻竟然连冷汗都流了下来，他很怕蛋蛋误会他，因为他真的很在乎蛋蛋。然而看到这样的楚风，蛋蛋却是掩嘴大笑起来，笑的那叫一个开心，那叫一个得意，那叫一个美。蛋蛋，你笨蛋，我是逗你的啦，难道我感觉不到你的愤怒，感觉不到你的心痛吗？说实话，虽然对于你的反应早有预料，但是看到你为我那样，心里还多少有些心疼呢。说这番话的时候，蛋蛋不由放低了声音，竟难得的显现出了乖巧的一面。不过很快又补充道，也正因如此，我得到了一种可能。什么可能？楚风问道。你体内那神类的力量，并非是因为你的愤怒而激起的，我觉得更像是他主动给你的，主动给我的。没错，他故意在你需要他的时候，将他的力量赐予了你，让你清楚他的强大，让你敬畏他，越发的想要得到他，但他却偏偏又不给你。之前我就猜到过这种可能，但一直无法确定。今日我确定了。蛋蛋很是确定的道。可是你又是怎样推断出是这样的？楚风很是不解，因为有过这种事情发生，有的人得到了强大的力量，但那强大的力量却不为他所用，直到他强大到具备了掌握那力量的资格。其实这是一种考验，而我觉得你现在也许就在接受这种考验。总之，不要依赖于那神类的力量。我觉得，除非是特殊状况发生，否则就算你真的要被人所杀，那神类的力量也不会出来保护你了。淡淡说道。我从未有过依赖神雷的想法。楚风摇了摇头，他的确没有想过依靠神雷保护自己，因为那是他无法掌控的力量，无法掌控的力量就充满了未知。而楚风喜欢比较稳妥的做事，最为稳妥的方法就是权衡自己现在所拥有的战力，去抗衡自己的敌人。斗得过，那就杀个片甲不留；斗不过，便马上脚底抹油。这是智者的选择，打不过也打，明知送命也去拼，那是莽夫，不，那是蠢货。这样就好。不过依我看，这神雷要么是选中你，要么是他本来就属于你，只是你现在的资格还不够，但是早晚会为你所用的。只要继续努力的修炼，他会属于你。淡淡笑着说道。相比于这个，我倒是更担心你这丫头的身体，你真的没事吗？楚风打量着虚弱的淡淡，关切地问道。淡淡摇了摇头，没事，给我一段时间就能彻底恢复了。你出去吧，好好调养一下你现在的身体，我也要好好休息一下。好，楚风也不犹豫，因为他不想耽误淡淡疗伤，于是意念一动，便将心神投射到了身体。随后，楚风开始吞服疗伤药，然后布置结界阵，为自己续上断臂，并且彻底的根治自己的身体。虽说刚刚玄霄超为楚风治疗了一下身体，但只是让楚风有了自己行动的能力，如今的肉身还并未修复彻底。修复肉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以楚风如今的手段，1个时辰已是足矣。1个时辰后，楚风的断臂已是恢复，与之前没有两样，就连身上的剑伤也是彻底痊愈，连疤痕都没有留下。这股气息是诛仙群岛的人。然而楚风的身体刚刚恢复还没有多久，楚风却是不由眉头紧皱，将凌厉的目光投向了远方的天际。凭借敏锐的精神力，他感觉到有数道强横的气息结队而行，正向他的方向急速掠来。此刻如同之前一样，楚风可是布置了隐藏结界，并且就躲在其中，常人莫说感应他，就算在结界阵之外与他面对面都看不到他。但是那群人的目标却很明确，就是他现在所在的位置。这很显然是为了抓捕楚风而来。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的隐藏结界阵已经失效了不成？感受着那强大的气息，楚风满头雾水，很是不安。那暴掠而来的人马正在急速靠近。突然，楚风的双眼射出2道凌厉的目光，看向远方，低声道：“6品武军2名，5品武军6名，4品武军12名，4品武军以下者20名。”该死，果然是诛仙群岛的人，他们是怎么发现我的？这一刻，楚风怒骂一声，随后腾空而起，施展出青龙疾行术这一无上秘籍，便向远处逃遁而去。果不其然，就在楚风逃离没有多久，在远处的天际突然出现一金色的纸战舰。这支战舰体积不是很大，但形态却异常霸气，并且飞行速度奇快，上面站立着40名武军强者。
此刻他们正在全力催动这支战舰，这才使得这支战舰拥有如此奇异的速度。这支战舰自楚风先前休息的地方飞掠而过，连停都没停，便直接向楚风逃遁的方向追赶而去，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楚风。可恶，我明明隐藏了气息，为何还是甩不掉他们？楚风有些慌了。按理来说，哪怕对方有6品武军，但是以楚风的战力，施展出青龙疾行术的话，也绝对追不上楚风才是。可是奈何那战舰的速度实在太过诡异，竟然丝毫不比他此刻的青龙疾行术逊色，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下去，楚风早晚是要被抓到的。笨蛋，一定是你的体内被种下了印记，不然不可能连这群废物也能够发现你的位置。就在这时，淡淡的声音突然响起：印记。楚风有些迷糊，并且并不太相信自己的体内会被种下结界印记，但还是动用精神力筛选自己的身体，这才发现在他的腿根的位置果然有着一道不易察觉的物体。那东西由金色结界凝聚而出，并不属于楚风的身体，并且那东西非常诡异，仿佛具有生命一般。当楚风察觉的那一刻，他竟然如机灵的小鱼一般，开始在楚风的体内乱窜，像是害怕楚风将他逼离体外一般。真的是印记，好高明的印记，我竟然毫无察觉。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又是谁做的？楚风开始思索起来，肯定是那慕容寻，我猜是在他废掉你那条腿的时候种下的。这家伙还真不简单，本以为他只是想折磨于你，却想不到偷偷在你体内种下了印记。淡淡猜测道：对，慕容寻一定是他，想不到他的结界之术这么高明，看来我还真是低估了他。楚风也是点了点头，也觉得多半是慕容寻。慕容寻对他出手的时候，楚风觉得淡淡死了，万念俱灰，根本没有注意到慕容寻那一脚下来是否凝聚了结界阵。不过若是如今体内的印记真的是慕容寻留下，楚风就不得不承认，慕容寻的结界之术还真是不简单，不愧是金袍界灵师。哪怕楚风如今对界灵之术的理解很强，但是想要清除慕容寻留下的印记，却也要大费一番周折，至少现在是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的。竟然又来了一队人马，这诛仙群岛究竟派来了多少高手来到此处？突然楚风忍不住咒骂一声，因为在他逃跑的这个功夫，竟然又有一队人马尾随而来，他们也是乘坐战舰而来，速度能与楚风抗衡。这种情况之下，楚风真是有一种无路可逃的感觉，自己有印记在身，根本甩不掉对方，无论逃到哪里，最终都难以摆脱被捉的命运。并且等下若是慕容寻，或者是比慕容寻更强的高手追来的话，那楚风就连继续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毕竟他知道，此次诛仙群岛派来的高手中，可不仅仅有慕容寻，还有9仙之中的3位，那可是名扬东方海域的巅峰人物，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个人实力，都毋庸置疑。难道说我楚风真的葬身于这罪恶峡谷之内，死于诛仙群岛的手中？楚风不甘的长叹一声，不甘，真的非常不甘。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此次他在慕容寻的手中吃了大亏。这个家伙比他想象的要难对付，比他想象的要有心计。不，我不能死，就算死也不能死在这里。可是楚风却并没有放弃，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突然，楚风的双眼再度绽放出了凌厉的目光，开始扫向四周。楚风是想凭借天眼的力量寻找一些生机，尽管这种希望很是渺茫，但却是楚风眼下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还不想死，也不能死。在这种情况下，追赶楚风的人越来越多，武军强者已经达到了近100人。只是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四面八方就有这个数量的强者追杀而来，可以让楚风大概猜想到诛仙群岛此次派来了怎样的战力和人数。不过可能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就在楚风几乎绝望之际，他发现在远处一座高入云端的浩瀚山脉之内，竟然有着结界阵法。那结界阵法很是隐秘，乃是隐藏结界阵，并且楚风能够看出是金袍界灵师所布置。正常来说，莫说是楚风，哪怕是金袍界灵师也无法发现，因为对方的结界手段非常之高明。不过在楚风的天眼之下，却露出了端倪，就是你了。虽然不清楚那是何人布置，但是楚风觉得多半不是诛仙群岛的人，毕竟他体内的印记是追杀的印记，在一定范围内，诛仙群岛的人应该都能感应到，并且进行追杀。那远处山脉中若是有诛仙群岛的人，应该早就出现了才对，不会这样坐以待毙。而事实证明楚风的猜测是对的，随着楚风的靠近，他已是能够凭借天眼穿透结界阵，看到结界阵内的情况。那里面果真也有着一队人马，数量不是很多，但也有100人有余，他们皆是身披黑色长袍，将面容严严实实的遮盖。最主要的是，这群人的实力很强，不但全部都是武军境，其中还有武军巅峰的强者，并且有着足10名武军巅峰的强者。而凭借天眼穿越那黑色的长袍，楚风能够看见，在这些人的后背处都有一个映入体内的标志，那是一个残缺的黑月，既诡异又霸气。莫非是残夜魔宗的人？残夜魔宗竟也派了高手潜入了此处，虽然不敢确定，但是楚风猜测这群人马很可能残夜魔宗的人。看来今日我是有救了。这一刻，楚风那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脚踏青龙御空而行，毫不犹豫的便向那山脉深处掠去。各位前辈，救我！来到那结界之前，楚风便大声呼喊起来。而这一刻，那结界内的人其实早就注意到了楚风，见楚风竟然对着他们呼救，不由得大感吃惊，因为此刻他们可是在隐藏结界内，楚风应该是看不见他们的才对。与此同时，几艘金光璀璨的战舰也是夹带着阵阵轰鸣声来到了楚风近前，承包围状将楚风封锁了起来。这么能跑，我还以为是残夜魔宗的残党，原来是一个小鬼。少岛主竟将他的追杀符放到了他的身上，这个小鬼是何来历？似乎脑袋有些问题，竟然对着那高耸的山峰喊救命，真是愚蠢。
战舰上的几名6品武军相互对话道，看向楚风的目光就像看待一只无路可逃的老鼠，充满了藐视。诸位前辈，救救我！他们都是诛仙群岛的人，如今他们已经派了大量的诛仙群岛的人马来到此处，想要对你们不利。血喜月前辈的弟子玄霄超也正在与慕容寻交战，不知道现在战况如何，还请你们速速去支援。楚风故意透露出玄霄超的消息，就是想逼得这些残夜魔宗的人出手。别看楚风能够凭借天眼看破这道结界阵，可是以他的实力是根本无法破开结界阵的。若是对方不想救他，那么他也将死路一条。玄霄超开阵，果不其然，当听到玄霄超的名字后，大阵内一位5军巅峰的老者突然开口道，而那位老者话音刚落，楚风身前的山峰便开始如湖面一般荡漾起层层纹路，最终竟然出现了一个大洞。眨眼之间，100余位黑衣人便从中暴掠而出，竟将那诛仙群岛的战舰反围起来。这竟是一道结界阵。这一刻，诛仙群岛的人们终于反应过来，也终于知道楚风为何对着这座山峰呼救，脸上不免浮现出一抹惊骇之色。尤其是当他们察觉对方的气息竟然比他们还要强，甚至还有着5军巅峰的强者坐镇后，他们也是有些怂了。诸位，实不相瞒，我们乃是诛仙群岛的人，此子是我岛捉拿的重犯，不知可否行个方便？眼见势头不对，逼不得已之下，他们不得不亮出自己乃是诛仙群岛的身份。且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诛仙群岛之人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一抹高傲之色，因为不管对方多强，但是如今在东方海域，谁敢不给他诛仙群岛面子？而看到诛仙群岛之人此刻的表现后，这群黑衣人的气息则是顿时变得冰冷起来。终于，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全部杀了！”此话刚出，便猛然有人出手，紧随其后近100名5军强者已是一同出手，各种强悍的武技不断溢出，狂轰滥炸的落在几道战舰之上。只是一瞬间，诛仙群岛的人就有大半毙命，完全不是这群黑衣人的对手。这可将诛仙群岛那些残存的高手吓坏了，赶忙对着先前发话的老者呼喊道：“这位前辈，为何无故出手？我们可是诛仙群岛的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而听得他的这句话后，那位老者不由微微抬起头，露出了一道异常凌厉的目光：“杀的就是你们！”话罢，老者突然抬手一掌，只是这一掌，那整艘战舰都化为了灰烬。不管是5品武军也好，还是6品武军也罢，在这位5军巅峰的面前，都如蝼蚁一般不堪一击。你说玄霄超正在与慕容寻争斗，可有证据？这一刻，老者看向了楚风，目光宛如2把利刃一般，穿透了楚风，仿佛要将楚风的一切看透一般。结界印记。突然，老者瞳孔一缩，竟只是一眼，便看出楚风的体内有一道结界印记。紧随其后，老者手掌对着楚风的胸口猛然一抓，楚风只感觉胸口一阵刺痛，而老者将手掌收回之际，那道印记便被老者抓在了掌心之上。此刻，那印记还想挣扎，然而只见老者手掌猛然握起，只听的一声，那道印记便被捏成了粉碎。此处已经暴露，转移2号隐藏的，即刻动身。老者以命令的口吻高声说道：“遵命。”老者话音刚落，在场之人便纷纷腾空而起，如倒射的黑焰流星一般，直射青天，隐藏着自己的气息，向远处遁去。你也跟我来。而与此同时，只见老者大袖一挥，楚风便被一层金色结界包裹，随后跟随老者腾空而起。他们显然早有准备。当到达另一处茂密的丛林深处后，这里已经事先布置好了一座隐藏结界，众人纷纷踏入了其中，隐藏起来。大哥，刚刚此子说玄霄超正在与慕容寻争斗，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在进入此处后，又一名5军巅峰的老者上前问道：“不必，先不说不知此子所说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那玄霄超身为血护法选中的亲传弟子，若是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他也就不配继续做血护法的弟子了。”这位老者摆了摆手，随后对楚风问道：“你是何人？怎么会知道那里是座隐藏结界？又怎么知道我们就在结界之内？”说这番话的时候，老者一直用那凌厉的目光盯着楚风，似乎楚风只要说半句假话，他都能立马看破一般。事到如今，楚风已是确定对方肯定是残夜魔宗的人，所以他也没有隐瞒，而是先恭敬地施以一礼，这才说道：“回前辈，晚辈叫做无情，是被诛仙群岛的人追杀，无意间逃到那里，而晚辈刚好掌握着一种特殊的手段，能够看破结界阵法。晚辈发现前辈不是诛仙群岛之人，当时又已走投无路，所以才贸然的向前辈求救。你就是那无情。”然而得知楚风的名字之后，在场之人皆是吃了一惊，看向楚风的目光不免变得复杂起来。你可是缥缈先锋之上，击败各方天才，得到大量武文的无情。那位老者开口道：“回前辈，正是晚辈。”楚风点了点头，那就难怪了。听闻你小子结界之术造诣很高，连缥缈仙姑的变化莫测图你都能够看破，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只是那诛仙群岛的人为何要追杀于你？莫非是因为当初在缥缈先锋之上，你抢了诛仙群岛的风头，他们怀恨在心？老者再度问道。不，他们追杀于我，是因为我之前在罪恶峡谷的核心地带，将诛仙群岛2仙的儿子战风给废掉了，所以他们才会这般。楚风回道：“把那战风给废掉了。”此话一出，在场的高手也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佩服。那战风是何人？他们自然清楚。虽说战风自身的实力他们不放在眼中，但战风的父亲可是诛仙群岛最顶尖的高手之一，而站在楚风的角度，竟敢废掉战风，不得不说他们都很敬佩楚风的勇气。这些都是你的一己之言，我并不相信。老八、老九、老十，你们3个出去调查一下，看看此子所说是真是假，顺便查探一下玄霄超那小子如今是否安然。那位老者说道：“遵命。”与此同时，
3位5军巅峰的强者已是打开大阵，腾空而起，向罪恶峡谷的深处遁去。过了许久，那3位再度回来，凑在老者的身边，说了一些悄悄话。而楚风能够听出，他们讲的都是打探来的结果，比如楚风所言属实，他的却废了战风等诛仙群岛的天才，并且慕容寻的确与玄霄超也的确发生过争斗，但是玄霄超如今并没事情等。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在他们离开不久之后，诛仙群岛就有大量高手抵达他们之前藏匿的那片山脉中，就连慕容寻还有诛仙群岛的第9仙也到场了。他们似乎知道诛仙群岛的许多高手被人杀了，不怪于残夜魔宗的这群高手善后的很是完美，所以诛仙群岛的人什么都没有查出来，至少没有查到是谁杀了诛仙群岛的人。想不到你小子还真有胆识。此刻在听过汇报之后，那老者哈哈一笑，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欣赏之色，随后又道：不过无情小友，哪怕你与诛仙群岛为敌，但你毕竟不是我残夜魔宗的人，所以老夫我还无法完全信任于你。但是老夫很喜欢你，所以哪怕你知道了我们的一些秘密，但我也不会杀你，可我也不能马上放了你。这段日子你就委屈一下跟着我们吧，待得这罪恶峡谷的事情处理完后，我们再放你离去。话罢，老者便挥动衣袖，带着另外9名5军巅峰强者离去，似乎有着什么事情还要处理。而楚风虽然可以自由的在这结界阵内活动，但是残夜魔宗的人却也一直盯着楚风。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不介意，他很是清楚这残夜魔宗的人似乎也在准备着什么，并且他推断此次抵达罪恶峡谷的残夜魔宗高手应该不止这些才对。隐约间他知道有一场好戏可看了，一场诛仙群岛对战残夜魔宗的好戏。从此楚风便一直待在此处，而这些人对待楚风也不薄，可以说每日大鱼大肉的伺候楚风，甚至还有一些人跟楚风询问一些事情，比如楚风在武文仙境内的遭遇，还有楚风的师尊究竟是谁等等。有的干脆闲得蛋疼，和楚风打起屁来就像哥们一样。当然了，凡事都有两面性，尽管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楚风，但也有一小部分人看向楚风的目光多少有些不善，甚至厌烦。而经过这些时间的相处，以及偷偷的窃听，楚风也是了解了这些人的来历。如同楚风猜测一般，此次残夜魔宗的确派来了大量的高手，来到了这罪恶峡谷，甚至连武王级别的高手也来了2位。而他们这伙人更是与楚风有着一些渊源。原来这伙人是4大护法之首秋残风的老部下，他们都是界灵师中的高手，最擅长的是结界之术。那10位5军巅峰的强者乃是结拜兄弟，在残夜魔宗内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金袍10兄弟。虽然修为在5军巅峰，但早在多年前他们就已经成为金袍界灵师。尤其是这10兄弟中的老大，人称刘老，踏入5军巅峰已有几10年，如今隐隐间已是有着要突破武王的可能。而他们此次来到此处，可是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任务，具体是什么，楚风也不清楚。总之残夜魔宗的这群人如今再度聚集一起，似乎是为了打击诛仙群岛的嚣张气焰而来。虽说诛仙群岛暗中部署一切，但实际上似乎已经踏入了残夜魔宗设下的局。得知这些后，楚风对这些人不免多了一些亲切感。如果可以，楚风倒真想告诉他们，其实我是秋残风的弟子。可是那样一来，想必他们定然会向楚风询问关于秋残风的事情，甚至问秋残风究竟在哪里。但是秋残风却明确地嘱咐过楚风，除了傅连生外，不能告诉任何人秋残风如今所在的位置。所以楚风想了想，还是算了。先不说对方还不是很信任他，其实楚风也并不信任他们。终于到了3大护法弟子约战的日子，而这些残夜魔宗的人也是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并没有将楚风丢在此处，而是带着楚风一同行动。这不免让楚风更加庆幸，因为他终于能够亲眼目睹这场好戏了。在金袍10兄弟的带领下，他们先是来到一座湖泊深处，那里竟然有着一座密道。顺着密道前行，他们最终来到了罪恶峡谷的核心地带。虽然是暗藏地底之中，但是外面的一切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这是结界阵的力量。所以楚风能够看见，如今在这罪恶峡谷的核心，可真是聚集了不少人。外面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无论天上地上，到处都是身影。初步估计，起码也有数万人之多。而这还是在有死亡石灵这道屏障的情况下，若是没有死亡石灵作为阻隔的话，可想而知，在这东方海域会有多少强者来到此处，来凑这场热闹。开始吧！突然，那位金袍10兄弟的老大刘老凝重地开口道。而这一刻，所有人都是不由得向后退去，唯有那金袍10兄弟一同走向了封锁罪恶峡谷核心地带的结界大阵。这道结界大阵封锁天上地下，将罪恶峡谷的核心地带完美的封锁。但是此刻，这10位5军巅峰的强者似乎是想要破解这座阵法，因为楚风发现他们这10位金袍界灵师不但正在合力布置一道非常玄妙的破解阵法，并且拿出了大量极为珍贵的结界石。虽然那些结界石蕴含的力量时间有限，但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倍的提高他们这道结界阵的力量。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心中也不免升起了疑问，只凭借这些能够破开这座结界大阵吗？这些人究竟要做什么？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对于地底深处发生的一切，地表之上的人可不清楚。现在来自东方海域各方势力的人马都在翘首以盼，等待着3大护法弟子的出场。人群涌动，心情激动。各位，在下残夜魔宗4大护法血洗月之弟子玄霄超，让你们久等了。突然一道响亮的声音响起，定目望去，只见一名青年正踏空而立，他身穿布衣，面容清秀，竟有着8品5军的修为。出来了，终于出来了！是血洗月的弟子玄霄超吗？那血洗月可是4大护法之中唯一一名女子，听说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她喜欢在月色之下杀人。
并且在月色之下被他血洗的家族势力数不胜数，所以人们才称他为血洗月。那血洗月虽是女子，但却是四大护法之中最杀人如麻的魔头。想不到他的弟子竟这般彬彬有礼，真是不可思议。小点声，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残夜魔宗四大护法的弟子，在彬彬有礼又能到什么程度？你敢说他师尊是女魔头，小心他杀了你全家！玄霄超的出场引起了不少人的轰动，但是更多的议论却凝聚在他师尊的身上。可见玄霄超虽强，但是他的师尊却是人们更为关注的焦点。四大护法的名头实在太为响亮，哪怕消失多年，也被人们所深深忌惮。而对于人们的议论，玄霄超似乎早有预料，无论他人说什么，他也没有动怒，而是笑望四方，打量一番后，笑道：“幽童寒，既然来了，何不现身？”玄霄超想不到多年不见，你还能认出我来。然而就在玄霄超话音刚落之际，又一道身影自人群之中爆射而出。这名男子的长相与玄霄超相差不多，很是清秀，但是他的双眼却散发着幽幽绿光，宛如2个夜明灯一般，很是恐怖。你的双眼那么特别，就算变化再大，我也能够认得出。玄霄超微笑道：“他便是四大护法幽明灯的弟子幽童寒，果然人如其名啊。听说当初幽明灯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此子天生有着一对诡异的眼睛，所以幽明灯才给赐他幽童寒这个名字。”幽童寒的出现同样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在场之人宛如四大护法的崇拜者一般，对于四大护法甚至其弟子的事情都是非常了解。两位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就在这时，一道如雷鸣般的声音自远处响起，传遍这方天地。定目望去，只见一名身材高大、满面疤痕、嘴角挂着一圈黑色胡茬的沧桑男子正踏空而行，一步一步的走来。这名男子相比于玄霄超和幽童寒更显成熟，从外表来看，他甚至像是一位接近40岁的中年人。但是熟悉他的都知道，其实他的年龄不过刚刚30岁，比玄霄超和幽童寒都要小。而他便是傅连生的弟子傅风鸣，与那玄霄超和幽童寒一样，同样是8品5军的强者。傅风鸣，他一定是傅连生的弟子。傅风鸣，怎么回事？不是说他是3位天才年龄最小、面容最好的吗？怎么弄成这般模样了？都说幽明灯与血洗月心狠手辣，对待自己的弟子的训练也是相对严厉与残忍。看来对自己最为凶残的，原来是傅连生。这从傅风鸣如今的模样就能够看得出来，傅风鸣的外表竟成了人们最为热议的话题。这便是傅连生的弟子吗？而此时此刻，那身在地底深处的楚风也在注视着地表上空的一幕。当看到傅风鸣后，楚风心里便开始盘算着该如何接近此人，又该如何去打探傅连生的下落。楚风能够看出傅风鸣心机很深，他的这副外表就是他的一个保护罩，让人无法看透于他。所以至少从外表来看，楚风觉得傅风鸣是3位护法弟子之中最有心机的一个。因为那封锁天地的结界大阵呈圆形的缘故，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傅风鸣3人的登场。不过正所谓消息传递极快，几乎在玄霄超登场后，这个消息就已经传播出去。此时此刻，几乎所有人都在向这个方位赶来，越来越多的人汇集于此处，等待着一场惊天大战的来到。听闻4大护法见面都如同杀父仇人一般，为何这3大护法的弟子却是一副好友般的模样？这你就不懂了。如今残夜魔宗4分5裂，当年的威势早已不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4大护法在暗中早就和解了，也说不定。和解了，那这样说来的话，今日的约战岂不是空谈了吗？看到3人那心平气和，甚至谈笑风生的模样，竟然有人担心起3人的约战不会如期举行，害怕那期待已久的画面不会出现。超兄，韩兄，闲话少叙，今日咱们来到此处，乃是各奉师尊之命来一决高下，而在场的诸位已是等待许久，不如我们3人的切磋即刻开始，如何？突然，扶风鸣微笑道，而他此话一出，顿时让在场之人激动连连，热血沸腾。因为扶风鸣的话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这3位消失多年的天才，果然是要在此一决高下，进行比试的。明帝不要着急，咱们身为残夜魔宗之人，既然要比试切磋，就一定要在我残夜魔宗的领地。不如让我们先一同解封这结界阵，到我残夜魔宗的罪恶峡谷内一决胜负，如何？玄霄超微笑道，正有此意。扶风鸣与幽童寒皆是纷纷点头。随后3人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各自布置一道阵法，竟然全部都是金袍界灵师。如此年纪，如此修为，就已成为金袍界灵师，果然不愧是3大护法的亲传弟子。3人一出手，顿时金光四溢，那金色的结界让人们知道，他们原来都是金袍界灵师。果然是准备破解此处结界阵吗？看来残夜魔宗的计划也需要在那结界阵内施展才行了。楚风也在注视着这一切，眼见着3人布阵，嘴角不由掀起了一抹期待的弧度。他知道真正的好戏终于要登场了。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楚风能够看出，3人虽然布置的皆是破解阵法，但是3人所凝聚的阵法结构完全不同，各有各的玄妙，但却绝无雷同之处。快，开始了！一定要配合玄霄超他们3人破开此阵。而就在这时，那地底深处的刘老也是凝重的大喝一声，紧随其后，金袍师兄弟便开始越加紧张的布置那道吸收了大量结界石力量的破解阵法。而看着天空之上那3道由玄霄超3人凝聚的破解阵法后，又看了看此刻金袍十兄弟所布置的阵法，楚风顿时明白了一切，轻笑道：“原来如此。”楚风之前已经知道，当初这道封印大阵乃是4大护法一同激活，并且各自拿走了破阵的一部分方法。想要破开此阵，唯有集齐4大护法的4种破阵方法才行。此刻，
玄霄超、幽童寒以及扶风明三人分别使用着3位护法的破解方法破阵。而至于这金袍十兄弟，他们身为秋残风的老部下，显然知道些什么，所以他们正在代表着秋残风来配合玄霄超他们3人破解这座结界大阵。终于，玄霄超3人布置的大阵完整，大阵运转之间爆射出3道光芒，分别射入那磅礴的结界之中。这一刻，那看似坚不可摧的结界，竟以破解阵法的3道光束为中心，不断发出水纹一般的波动，肆意开来。好厉害！这样厉害的结界阵法也能破解吗？听闻这结界之内才是真正的罪恶峡谷，终于能够看到残夜魔宗真正的遗迹了吗？真是让人期待啊！了不起，不愧是3大护法的弟子，这种手段当真是让我等自愧不如，为之叹服啊！那当然了，他们可是3大护法的弟子，东方海域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日后东方海域可是他们的天下。见到这一幕，围观之人也是越加期待起来，都觉得不虚此行，不枉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此处，这么多日子都没有白等。然而，就在外面之人激动不已，甚至雀跃欢呼之际，地底深处，这无人知晓的第4道破解大阵前，金袍十兄弟却是眉头紧皱，因为这第4道大阵还没有施展出开启的作用，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不行，似乎哪里不对，这座大阵根本无法运转。其中一位说道：“这可怎么办？这些结界石的力量只能持续半个时辰，此刻已经全部动用，若不快点就要功亏一篑了。”事实上，在场的人都急坏了，大哥，该怎么办？不知所措之下，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金袍十兄弟的老大刘老。这一刻，刘老也很犯难，因为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刘老前辈，不如试试这样和这样，应该可以让这座破解阵法运转。就在这时，楚风突然开口了，而向楚风的方向望去，所有人都是不由一愣，甚至是大吃一惊，因为在楚风的身前，楚风已是绘制出一幅结界图，那是修改此刻刘老他们这座破解阵法的方案。放肆！10位大人，都是我残夜魔宗结界之术的精英，他们布置的阵法，岂容你来质疑？按照你这么修改，这座大阵就毁了。这一刻，一位中年人指着楚风大喝起来，态度非常恶劣。我早就怀疑他可能是诛仙群岛派来的奸细，现在来看，多半没错，他就是要破坏我们的计划。现在终于原形毕露了。又有一位颇为年轻的武军强者说道，紧随其后又有好几人开口，这些都是一开始便看楚风不爽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对付楚风的机会。话不能这么说，我觉得无情小友也是好意，何况我残夜魔宗的计划是什么？诛仙群岛的计划又是什么？他们就是想要罪恶峡谷内的东西，此刻都在潜伏在人群之中，迫不及待地等着玄霄超他们3个将这结界阵法破开呢。他们比谁都着急，难道会想办法阻止我们破解此阵吗？但是很快的，就有人站出来替楚风说话。这一刻，那些诋毁楚风的人哑口无言了，无奈之下，只好说道：就算如此，他也不能质疑10位大人。10位大人都是金袍界灵师，而他呢，最多就是个紫袍界灵师，在结界之术上的能耐差了108000里，他凭什么质疑10位大人？这简直就是对10位大人的侮辱，对我残夜魔宗的挑衅。那些想帮楚风说话的人也是不知该说什么了，只能说道：无情小友，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只是此事非同小可，你还是不要添乱了。各位前辈，我无情并非添乱，也并非我无情自负，但是按照我所说，就一定能够让这座破解阵法运转。楚风自信地说道：闭嘴吧你，就凭你也敢说这种大话？若是按照你所说失败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就算杀你100次也没用。那厌烦楚风之人继续怒斥道：若是不按照我说的做，你有办法吗？你能避免失败吗？你能改变此刻的局面吗？楚风面色不改，凌厉地反问道。那人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反驳，因为这座大阵太复杂了，他根本就看不懂，连金袍十兄弟都不知如何是好，他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抬头看看吧，玄霄超、傅风明、幽童寒他们3人此刻的表情，他们3人此刻是多么迫切的希望你们成功，他们3人此刻承受着怎样的压力？你们失败了不要紧，没有人知道是你们的错，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是他们3个失败了，那个时候他们3个就将颜面扫地。他们3个代表的是谁？是3大护法。3大护法代表着谁？是残夜魔宗。那个时候人们嘲笑的不仅是他们3个的人，而是残夜魔宗的所有人。这个责任你背得起吗？你又背得起吗？你们谁背得起？楚风指着那些先前诬陷他的人，大声地质问道，态度非常的硬气。然而那些先前怒斥楚风的人则是脸色铁青，面对楚风的质问，竟然吓得连连后退，不知如何回答，非常的难堪。这一刻，刘老正在按照楚风所说举目观望，当他看到玄霄超、扶风明还有幽童寒3人脸上那不易察觉的不安后，终于下令道：按照无情小友说的做，修改阵法。听得此话，其他几位虽然也是大吃一惊，但却并未反驳，唯有10兄弟中的老七很是谨慎地问道：大哥，你不会真的要听这小子的吧？万一搞砸了，可就全都完了。难道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按照我说的做。刘老很是确定的道。这一刻，没有人再敢迟疑，而是开始按照楚风所绘制的修改方案修改起来。小子，你要是害得10位大人失败，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你。那些看着楚风不爽的人，狠狠地威胁道：那若是成功了呢？楚风以鄙夷的目光扫视众人，就像看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若是成功了，我们就给你跪在地上磕头认错。那几人一同说道：就这么说定了。楚风很是自信的道，他提出这个方案不是没有原因的。天眼之下，
有什么是楚风看不破的？他根据玄霄超三人所布置的3道破解大阵，已经推敲出第4种破解大阵的方法。他能够看出金袍十兄弟所布置的破解大阵其实是正确的，唯一的不足就是错了几个点，只要修正，绝对可以成功。果不其然，当金袍十兄弟按照楚风所说修改之后，这座大阵竟然瞬息运转，爆射出一道光束，直接射向了那座磅礴的结界。那道坚固的结界竟然又瞬息减弱了不少，仿佛随时都会崩塌一般，竟然成功了。见到这一幕，莫说是他人，就连此处身份最为高贵、实力最为强劲的金袍十兄弟也是面容大变，感觉如此的不可思议，让你们看不起无情小友，这回要给人跪地认错了吧？一位与楚风关系不错的人对那些厌烦楚风的人讽刺道。这一刻，那些人脸色非常难看，已经意识到了不妙，但还是很嘴硬的道：“这能说明什么？等将这座结界破开再说，他成功不迟。”然而，此人话音刚落，只听的一声巨响，这座封锁天地的磅礴结界竟然开始消退，如同一层金灿灿的冰墙一般，开始缓缓融化散去。成功了！不愧是3大护法的弟子，果然了不起啊！见到这一幕，地表之上的人们欢呼雀跃之声响彻不断，因为当那封锁天地的结界消退之际，人们已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座浩瀚如同海洋的深邃峡谷浮现在他们的眼前，而在那峡谷之中，满是气势恢宏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的布置很是讲究，总之非常的大气，并且在那峡谷之中，四处都是黑色残月的标志。了解的人都清楚，那是残夜魔宗的标志。看到如此恢宏的建筑群，老一辈的强者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似乎回想起了残夜魔宗统治东方海域的光辉岁月。那个时候，人尽皆知，东方海域最强的2座势力是残夜魔宗和焚天圣教。因为焚天圣教与世无争，相对低调，所以残夜魔宗便成为了东方海域公认的霸主。但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残夜魔宗鼎盛时期，诛仙群岛根本不算什么，甚至每年都要向残夜魔宗上缴大量贡品，以求安稳。虽然残夜魔宗的辉煌已成过去，如今东方海域的霸主是诛仙群岛，但还有不少人觉得，只要残夜魔宗能够重整旗鼓，哪怕如今的诛仙群岛已是如日中天，但也未必是残夜魔宗的对手。总算没有白费力气。看着那展现在面前的罪恶峡谷，玄霄超3人也是不由长舒了一口气。就如楚风所说一般，他们刚刚若是失败了，今日可就丢人了，丢到家了。竟然真的成功了。然而，相比于地表之上的欢呼雀跃，地表之下的人们更多的却是哑口无言，满面震惊。因为直到刚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并不觉得按照楚风所说能够真的成功，但是此刻眼前的事实却让他们想不承认也不行。楚风的确是奇才，无情小友，看来传闻属实，你在结界之树上的造诣果然厉奥的。刘某代表残夜魔宗的所有人向你道谢了。刘老走到楚风身前，很是真诚地对楚风抱了抱拳。刘老，您实在太客气了，若不是您当日出手，无情现在可能已经一命呜呼了，要道谢的是我才对。楚风很是谦虚的道，不管怎么说，你今日的确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此刻刘老看向楚风的目光中，不仅满含感激之色，还充斥着些许敬佩。而这一刻，那些先前不相信楚风，甚至楚风污蔑楚风的人们，则是脸色铁青，一个个连头都不敢抬，竟偷偷向后退去，往人群之中退缩，想要避过一劫。刚刚有谁说，只要无情小友成功，就给无情小友磕头认错的？然而就在这时，却有一位与楚风关系不错的大喊了一声，说话之间还看向了那几位诋毁楚风之人。这使得那些之前叫嚣的人顿时身体一颤，瞬间石化的站在了原地，一动不动，就是说到做到，快向无情小友磕头认错。与此同时，大部分人都是开始怂恿那几人磕头认错。但是尽管大部分人都在帮楚风说话，可是金袍十兄弟，甚至包括刘老，则是眉头微皱，不言不语。事实上，楚风也很想让这几个人给自己磕头认错，但他很聪明，能够明确的搞清眼下的状况，这里面的全部都是残夜魔宗的人，而他则是一个外人。若真的要那些人对自己磕头认错，博的不仅是他们的面子，还有柳牢等人的面子，甚至残夜魔宗所有人的面子。所以楚风权衡利弊，很是大度的笑道，不必了，这几位前辈也是为残夜魔宗着想，他们并没什么错可言，又何来认错之说？听得此话，那些之前厌烦楚风的人紧绷的面容不由松懈下来，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已不再是憎恨，而是多了一抹感激。因为不管怎么说，楚风的确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无情小友果然大人有大量，但是我残夜魔宗的人也不能言而无信，错了就是错了，磕头就不必了，但是认错还是要的。这一刻，沉默许久的刘老终于开口了，并且他也为楚风的大度而表示满意。至于那些之前与楚风叫嚣的人，也不是傻子，认错虽然丢人，但最丢人的却是磕头。如今磕头这一环既被刘老免去，那他们自然要欣然接受。于是他们走到楚风身前后，整齐地站成一排，满面愧疚的道：无情小友，我们错了，诸位客气了，我知道你们也是为大局着想，之前才会那般。楚风也很给面子，见对方已经服软，则再度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这使得那些人对楚风的看法顿时改变，从极度的厌烦甚至排挤，变成了具有一些好感，甚至有些人对楚风还很是感激。大哥，我们现在便行动吗？这时有人将目光看向了刘老，不急，我们先看一下热闹，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好戏。刘老淡淡的笑道，在那苍老的脸上涌现出一抹期待之色。此刻地表之上的人们还沉浸在那种雀跃的欢呼之中，因为他们知道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将要到来了。
那便是3大护法弟子的交战。但是虽说此刻玄霄超、扶风明、幽童寒3人已经解开了大阵，可他们似乎并不急着交手，反而在等待着什么。终于，人群之中爆射出无数道身影。与此同时，远处的虚空也是开始缓缓蠕动，很快的一支紫金色的战舰便浮现而出，足有1000余人，竟全部都是5军境的高手。他们整齐有序，宛如一支势不可挡的军队，正缓缓地向玄霄超等人逼近。那竟是诛仙群岛的人马。见到这一幕，在场之人皆是目瞪口呆，因为此刻的诛仙群岛之人已不再隐藏身份，皆是换上了他们诛仙群岛标志性的服饰，所以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的身份，并且诛仙群岛此刻的架势来看，只要是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够看出，他们此次是来者不善。你们快看，那为首的是谁？不是诛仙群岛的少岛主慕容寻吗？我的神啊，还真的是他！这位东方海域的第一天才来到此处干嘛？不会吧？莫非慕容寻是想证明他才是诛仙群岛的第一天才，所以是来挑战3大护法弟子的吗？真的吗？若真的是这样，那今日可真是有一场好戏要看了。当有人注意到慕容寻后，这浩瀚人海的人们再度变得激动起来，因为他们预感到一场在他们预料之外，但绝对是真正的好戏就要上演了，那便是真正的天才之战。慕容寻，此乃我残夜魔宗领的，你带领诛仙群岛的人马来此做什么？玄霄超很是不悦的道。残夜魔宗的领地，残夜魔宗还存在吗？再者说了，如今的东方海域全部都是我诛仙群岛的领地。慕容寻很是霸道的道。慕容寻东西可以乱吃，但话可不要乱说。你还真以为在我残夜魔宗沉寂的这些年，你诛仙群岛已经天下无敌了吗？幽童寒很是不悦的道。说话之间，眼中寒芒涌动，杀机四射。不在我的眼中，诛仙群岛还并非天下无敌，只是在这东方海域内无人可敌。慕容寻很是自信的道。好一个无人可敌！既然你诛仙群岛那么厉害，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潜伏在此处这么久，等到我们破开结界阵才敢现身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此行的目的，但我只想说，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突然，扶风明手掌猛然落下，随后人海便开始骚动起来，紧随其后，数道黑色的身影自那浩瀚的人海之中爆射而出，来到了天际之上，站在了扶风明等人的身后。当他们全部来到天际，整齐地站在扶风明3人的身后之时，人们能够看见他们的人数竟比诛仙群岛还要多，足有2000多人。别看他们皆是身穿黑袍，但是当他们将黑袍的帽檐摘下，露出一张张坚毅的脸孔之际，他们的黑袍的后背也开始产生变化，竟浮现出了一个黑色的残月标志。这群人显然是残夜魔宗的人，并且突然有人拿出一杆大旗，那大旗飘动的旗面上同样刻画着残夜魔宗的标志，是残夜魔宗的人，竟是残夜魔宗的人。残夜魔宗也来了这么多高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早就预料到诛仙群岛的人会来此处捣乱不成？当残夜魔宗的人马出现后，围观之人再度大吃一惊，可以说真的是被惊呆了。因为相比于诛仙群岛，这残夜魔宗的人马可是消失已久，甚至已经被认为是传说，所以他们的出现更为令人期待。一个是如今东方海域的霸主，一个是东方海域昔日的霸主，如今这2代霸主竟然以这般气势对立，那绝对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好戏。这一刻，人们都意识到了不妙，都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浩瀚的人海都在向远处迁移，生怕被战火牵连。因为此刻天空中的不仅是5军级别的强者，还是2代霸主的代表，但是那些围观之人也皆未走远，因为他们可都不想错过这场2代霸主的交锋。不错嘛，似乎早有预料，所以事先做了准备。慕容寻很是淡定，哪怕此刻残夜魔宗的高手超越了他们，但他也依然有恃无恐，反而谈笑风生。我残夜魔宗的领地不容侵犯，你诛仙群岛这种二流货色，一辈子也别想站在我残夜魔宗的头上拉屎。玄霄超很是凌厉的道。我诛仙群岛是二流货色，那你是什么？是不是忘记前几日在我面前狼狈而逃的时候了？慕容寻哈哈大笑道，那笑声之中满是讽刺之意。玄霄超在慕容寻的面前狼狈而逃，这是怎么回事？难道2人早有交手吗？是慕容寻更胜一筹吗？听得此话，人们再度吃了一惊，纷纷猜测起究竟发生了什么。听得周围之人的议论，玄霄超的脸色不太好看，于是冷声说道：那一日我有事在身，不想与你拖延罢了。你还真以为是我怕了你吗？玄霄超说话之间，已是将其磅礴的气息释放而出，那片天地顿时为之变色，似是在彰显自己的真实实力。而这一刻，慕容寻则是踏空而行，缓缓向前走去，直到距离玄霄超只有1000米之时，才停下来，伸出一只手，笑道：不管你当日是否有保留实力，但是我想告诉你，其实我对付你，一只手就够了。